小伙算命求的一张彩票号码，结果刚出门没多久就被仇人一刀嘎了。第二天彩票真中了500万，接上集刀疤刘被仇家狠狠地扎了一刀。刀疤刘，老子等你很久了。你他妈的是谁？老子是杨小璐他亲爹。他突然疯了一样，匕首快速捅向刀疤刘，短短几秒的功夫就捅了10几刀。这一刻，刀疤刘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个刚毕业女大学生的模样。那天刀疤刘喝了点酒，路过一个小巷子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个年轻女孩子。嚣张惯了的他不顾周围有人上去调戏，结果被杨小璐骂了一句。刀疤刘借着酒劲，二话不说就要打杨小璐。杨小璐在逃跑的过程中不慎被一辆大货车撞死，后来被刀疤刘找人把事给摆平了，也没坐牢。原本他以为这事就这么完了，想不到人家的亲爹找上门来，一下手就是狠的。他不甘心地看了一眼手中的纸条，莫名想起了张晨的话：你这条贱命也配得横财？早就听说相师杀人不用刀，你这也太厉害了吧！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既然他自己不长眼，来我这里找茬，我也不介意送他一程。太可怕了，这个张晨太可怕了，吓死我了！不行，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找我那2个男朋友一起陪我，不然我会吓得睡不着觉。张晨，你给刀疤留的字条，真是明天的彩票号码？当然，这也能算出来？其实也不算是算出彩票号码，我只是算出了刀疤刘的死数而已。死数什么意思？对刀疤刘这种人来说，一定有克死他的东西。这种东西可以具体成一些数字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算的不是彩票号码，而是一组跟刀疤刘有关的数字。那组数字大概率就是明天的彩票号码。哦，一般来说，这种死数就是某种代表了大富贵的数字，因为只有横财才能给这种人带来横祸。但我还是觉得能算出彩票号码这事儿挺离谱的。小姐，今天晚上就会开奖，到时候对比一下不就行了？明天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那么神。对了，刀疤刘是上官星的人，现在刀疤刘虽然死了，但上官星肯定还会来找你的麻烦。上官星是谁？他脑子有毛病？他是我堂哥，算是我在上官家的竞争对手。我警告你啊，你们上官家内部的争斗，别拿我这里当战场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我也不想让人来你这里闹事，但问题是我又控制不了别人的想法。算了，如果上官家有人过来的话，你提前给我打个招呼，我可不想误伤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上官家跟魔女师傅上弦月有很深的渊源，甚至极有可能是魔女师傅上弦月的后代。论及辈分，上官家的老祖宗都可能要喊我一声爷爷。爷爷能不能对自己的孙子孙女下手吗？第二天一早，上官清雪和林思雨再次准时出现在了张晨的小店内。张晨看着林思雨，脸色红润，气血旺盛，一看就是私生活美满的样子。反观上官清雪，浑身的气息冷冷清清，而且隐隐有些黑眼圈。又被噩梦吓醒过，加油，相信你能扛得住。这特么是人说的话，为啥你让我自己扛住啊？你特喵的究竟是不是个正常男人？白痴、智障、直男。明明你是需要帮助的人，凭啥让我开口？小伙子，我和他是跳广场舞认识的，想让你算算我俩合不合适在一起。大爷大妈，你们的八字倒是挺合适的，但最近几天不是太适合你们结婚。大爷，我建议你结婚之前，先把过户给儿子的房子转到您自个儿名下，毕竟大妈跟了您，也不能没房子，对吧？大妈，我建议您结婚之前，先跟您老头离婚。虽然您岁数大了，可重婚也是罪，您不能犯这个忌讳。张晨给完了建议之后，大爷很爽快地掏了1000块钱给张晨，大妈则翻着白眼，嘴里则说着感谢的话离去。上官星，你就是张晨，算命的，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，我们过来了解一些情况。这纸条是你写的吧？没错。他为什么在刀疤刘的身上？因为他找我来算卦，想要得到晚上彩票的号码，我就给他算了一卦。小子，你摊上事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摊上事了？因为我们发现你给的这组号码正是昨天的彩票号码，但是这组号码却在刀疤刘的身上，而且他死的时候，彩票号码还没有开出来。所以呢？难道你不需要给一个解释吗？刀疤刘死了，你给他的一组号码是晚上的彩票号码。你不会想说刀疤刘的死跟我有关系吧？他的死跟你没关系，我们只是觉得很奇怪。我说了呀，这玩意儿是我算出来的，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问上官清雪，他是人证。没错，我能作证。这不可能，我亲眼所见，这就是事实。刀疤刘的死，事实非常清楚，难道这也能怪张晨？不是，就是觉得这件事太离奇，所以过来询问一下。问完就没事了吧？没事了，如果以后有什么情况的话，我们会再来调查。慢着，我就不信他能算出彩票号码，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我建议先把这个张晨给抓起来，好好关几天，必须查出真相。真相？你想要什么真相？
只要稍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，彩票号码是不可能被算出来的。所以我怀疑你肯定有问题。既然你能算出彩票号码，为什么你把号码给刀疤流，而不是自己去买？这非常不合逻辑。你小子肯定有问题。刀疤流的死一定另有隐情。刀疤流的死，事实清楚明白，他是被人寻仇当街捅死，这一点与张晨无关。我们这次过来，只是想弄清楚那张纸条而已。现在看来，这就是一个巧合。上官星，你还想做什么？上官清雪，你别得意，这件事绝对有问题。小子，你说你能算对彩票号码是吧？来，给我算。要是你能给我算对了，我就承认你会算命。你也想算彩票号码？可以啊，看来刀疤流的事是一点都不让你长记性。你什么意思？实际上，上官星作为大家族的子女，也稍稍听说过一些风水故事。见命压不住横财这种说法，上官星当然也懂。过来，想要彩票号码是吧？我可以成全你。这一刻，上官清雪的表情也变了。虽然他和上官星是竞争对手，但双方绝对不是你死我活。张晨，不要给他彩票号码，他不是对你有恶意。放心，他的命比刀疤流金贵，就算是窃取到彩票号码也死不掉，顶多倒霉个几年罢了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好男不泡有妇之夫。有危险的事情坚决不能干，虽然怂了，但嘴上不能怂。我不算彩票号码，但你放心，很快就会有人来找你算了。上官星拿出手机发了几条信息，没一会就有大批人前来算彩票。一个70来岁的老头差点给张晨跪下，非要彩票号码，说是他活了一辈子，最大的梦想就是寻回他失散了40-50年的小姨子，需要很多的钱。不到1个小时的功夫，连续有20-30奇葩进入了张晨的风水店。张晨应对这些人的方式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要200万。张晨，我就说你有问题吧，你根本就算不了。上官清雪，你芙蓉街不是号称信誉街吗？怎么让一个骗子进来？你们两个之间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？你少胡说八道。算命算命，有那个命的人，有那份财的人，我才给指点。很多人没那个命，本身命里没那份财，我凭啥给他们指点？我敢打赌，你就是一个没多少本事的骗子。这么年轻开算命店，忽悠谁？打赌？那如果我有真本事，你输给我点什么？今天你要是没办法让人家一夜暴富，你就给我跪下磕个头，喊我一声爹。上官星，你过分了。张晨已经说了，那些人没那个命。说来说去，还是他没那个本事。我要是能让人一夜暴富，你就给我跪下磕头，喊我一声祖爷爷。哈哈哈！哦，一言为定。记住了，只要今天老子看不到，你就乖乖给我磕头好了。张晨，你这样跟他赌，吃亏了啊。确实是我吃亏了。依照辈分，我可是上官家的祖爷爷。行了，就这么着吧，看我等一个有缘人。我听说你能帮人算出彩票号码，对吗？想问彩票？可以啊，200万。果然，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先不说彩票的事儿，你先告诉我，你很缺一笔钱吗？是的，我很需要钱，需要一大笔钱，因为我想给我爸爸娶个18岁的媳妇。